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15号啊。那么今天应该是星期一。那么这一周呢，应该来说啊，开局非常好的一周啊。今天特斯拉啊大涨。那么我记得我之前的视频说过啊，是$330啊买的特斯拉。那么到今天呢，已经是430了啊。应该来说呢，2周左右的时间啊，有了30%的利润，达到了我的一个期望。一直经常关注我的啊，几个也经常问我股票的网友呢，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满意的，对吧？但是呢，我还是想啊，就讲两句。一个呢是我觉得以后我们这个频道啊，我们就不要再去讲这个美股投资了啊。我可以讲一些大的方向，一些投资的思路啊，但具体的股票呢，我不想讲。那么主要原因呢是，其实我也不是神，对吧？我也不是很厉害啊，我也是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研究和分析。那么，你们就一直给我发邮件啊。我以前其实放了一个微信的，但你们加了我微信就拼命问。后来我把微信拿掉了，你们就发邮件，因为都是老朋友了，我不回你们也不太好，对吧？回了就一天，就你们要不停的问啊，因为确实就是每个人可能面临就是这种行情的时候，你都会心态啊各方面，对吧？所以就是我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再加上我也真的没有那么厉害。那么现在赚钱了啊，你们表扬我两句啊，其实我也经常亏钱的，对吧？我以后亏钱了啊，你们还要跑来骂我，所以我觉得就以后就不讲这些东西了啊。我们主要还是一个讲我那个移民的生活啊，还有就是这是一个移民的频道啊。关于就是像具体的这些股票啊什么，我可以分享一些理财的啊经验啊，我一些理财的一些看法。但是就是具体的股票啊，我觉得我也不想就是你们万一亏钱了，我会很内疚，对吗？好吧，啊，好吧。那么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一战啊是成功的，对吧？那我觉得也就挺好的啊，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啊。那么今天呢，我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这两天呢，我又仔细的研究和分析了一下啊。今天我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个塞浦路斯，就是我觉得呢，如果要在欧洲发展的啊，对于华人的朋友来讲，那么塞浦路斯呢，是否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方向啊？因为我之前呢，我讲了塞浦路斯的它的税收啊，它的这个主要是税收吧，其实啊，就它的税收是还可以的，在欧洲对吧，属于比较低税的。那么这两天呢，我又想聊一聊呢，就是说，关于华人啊在那边发展的问题啊。因为呢，我想起来很多年以前啊，我那时候来欧洲玩，不管是在英国啊，去那个百货，还有就是巴黎的什么老佛爷百货啊，然后呢，英国是那个什么哈罗德百货啊，巴黎是老佛爷百货，还有就是巴塞罗那啊，我也去。那个时候购物呢，我都看到就是有很多华人的那个就是 sales 啊。那么这几年呢，中国的经济没有过去那么的好。那么过去中国经济很好的时候呢，出来旅游的人也很多，消费力也很强。大家一出来啊，买这种奢侈品啊什么的都要大量的买啊。那么华人的这种 sales 呢，它就有优势，对吧？包括就是更奢侈的一些买房子啊、买游艇啊，或者说旅游业啊。但这两年啊，就明显感觉这方面消费力啊，华人就会弱一点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种欧洲大陆的国家呢，
他就如果你还是按照老的思路啊去找工作，或者说开餐厅啊，开一些百货啊，因为百货有一些电商什么的啊，就有那种竞争很激烈，对吧？那么我就觉得不是很适合我们这一代新的移民啊，就过去的老的那一代两代移民，他们已经就是功成身退了，对吧？啊，他们已经就是有的已经过上很幸福的这种拿退休工资的生活了。那么我们这一代移民呢，应该来说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发展之路啊。那么塞浦路斯呢，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呢，它还是有一些优点啊。我稍微做了一点小抄啊，我要看一下塞浦路斯呢，它有哪些新的机会呢？我觉得挺好的呢。首先呢，这个塞浦路斯它的国土虽然很小，对吧？人口只有100万，但它是欧盟内部的一个重要的金融服务与公司的注册中心啊，很多的外汇。差价合约，差价合约就是 CFD 啊，还有就是加密货币公司，还有证券公司啊，相关的公司呢，在塞浦路斯呢设立欧盟据点啊，并接受当地的塞浦路斯监管。这个呢，就让塞浦路斯的金融产业链呢相对完整，从合规客服、销售到技术啊，还有风控都有需求。那么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就让把下一代到塞浦路斯接受英国的教育，并想进入金融行业的家庭的啊，尤其是华人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那么，其实这个呢，也是源于我之前啊，我因为从事金融领域的投资嘛，那么很多金融公司啊，你包括就是很知名的一些公司，像什么 Plus500啊，包括一些什么 Intoro 啊，对吧？这些公司，只要它后面带那个 Euro 的啊，它是要在那个欧洲去执行业务的啊，那么他们呢都是会注册一个塞浦路斯的公司，并且呢就是拥有一个塞浦路斯的监管啊。那么同时呢，当然就是英国伦敦的那个伦敦金融监管，对吧？这个是一个最严格的，也是最有含金量的一个监管，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塞浦路斯呢，它有一点优势，就是首先那边它是英语教育啊，如果孩子在那边去接受英语教育，然后呢，如果未来又送到英国去读书，学习金融，那么如果觉得伦敦可以，那么就留在英国，对吧？你从事英国金融业，因为伦敦是世界3大金融中心啊。你像那个伦敦啊、纽约啊，对吧？还有就是新加坡、香港，对吧？就这些。那么现在呢，就伦敦它是不会就随着你包括现在反移民也好，什么也好这些情况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啊。那么这些公司呢，它主要集中在利马索尔然后呢，它有很多那个岗位就目前就已经有了。你比如说像客户的服务，对吧？多语种销售那一般来说，你会中文，你再会英文如果你再会一个别的什么语言，那么你就很有优势。还有呢，就是合规风险管理，对吧？就风控但这个呢是专业要求很高的这个收入也都很高。还有像技术后端工程师、SRE 数据分析师这些的话收入也都很高而且就是计算机类的人才。还有就是像市场产品运营对吧？这种嘛，就是一般的来说是像什么公关对吧？这都属于这属于市场部门那么我觉得呢，就孩子的教育呢和留学呢，在塞浦路斯呢，它都可以就是用英语作为一个商业语言，对吧？那么国际学校和英语的课程呢是很多的这衔接是很好的。这个比起就是说，欧洲如果
你比如说你去法国，你就要讲法语；你去德国就要讲德语，对吧？这个我觉得它是它那边的一个优点。那么这个呢，就让我觉得呢，从塞浦路斯你到伦敦去留学实习，然后呢，你向更大的市场，去跳跃这个是可行的。就如果真的学得很好，对吧？你也可以到纽约去是吧？因为也都是英语的，对吧？你觉得欧洲好，那么就留在伦敦，对吧？再不行，那么塞浦路斯也有那么多金融公司，对吧？那么我们呢有一些宏观的数据可以支持我前面说的一个论点。首先呢，就是2024年在塞浦路斯授权并且已经监管的金融实体呢，已经达到834家你想，塞浦路斯一共才100万人都不到，对吧？但是它已经有834家金融公司接受监管，而且这些公司都不是特别小的公司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GDP 的增长塞浦路斯呢，2024年的增长呢表现是非常强劲的它的增长呢约为3.4%要知道3.4%这个已经不少了，中国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他也说它增长是5%，对吧？你这么小一个经济体，而且欧洲常年的这个增长都不怎么好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 IMF 及新闻报道预测2025年增长约为2.5%，总体呢仍是正增长。这个主要呢受外资、旅游和金融服务的支撑主要其实外资跟金融服务，一个就是企业注资开设企业，一个就是金融方面的服务，对吧？旅游应该来说，也还算可以吧，因为旅游的话，它是因为体量比较小，就它的国家小，人少，所以就是来一些旅游赚这个钱就觉得很多但主要还是外资和金融服务。经济保持正增长，对就业和公司运营呢，也都是利好，对吧？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就是你经济越好，那么投资人越多，投资人越多，那么经纪人越好然后是失业率，那么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官方统计显示塞浦路斯失业率相对低比如说2025年3月显示约为4.6%，劳动力市场呢，它没有很大的压力那么它呢，总体来讲呢，它是低于欧盟平均标准的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对吧？要知道，其实南欧的几个国家，你像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就葡萄牙，他们的失业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在欧盟里面。但塞浦路斯呢，它总体来讲，它就是失业率在里面是比较低的这个也得益于就是它还是人口比较少当然了。这个呢都是我分析的一些有利的方面，对吧？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呢是我自己呢未来也是想长期的从事金融理财投资，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挺棒的。孩子呢，我觉得也可以往这方面去培养而且我认为呢，就治安各方面的角度呢也是不错因为毕竟就是它不是一个有庞大的人想来移民的地方，对吧？因为如果说你接受很多新的移民，那么第一个大家想留下来做的行业呢，就是服务业。你比如说餐厅你比如说家政就是服务业但是呢，你像塞浦路斯，他那边的移民只有接受这种投资移民，就是说你一定要先去投资理财，或者说你买30万欧元的房子这是唯一的条件。那么所以呢，它其实还是应该来说，它还是就是说有一个选拔吧，对吧？它淘汰了一些就是说资产相对来说就比较低的人，因为它的物价什么的也不是很低的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来说呢，它经过就是买房投资筛选，再加上这个物价那么能够留下来的人，应该来说还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对吧？就不是说跑过来想去吃点福利、搞点福利什么的那么当然缺点也是有，对吧？因为它的市场很小所以呢，如果你说老的那一批移民他如果比如说靠餐饮或者说旅游接待或者说你是做这种零售业、超市那么塞浦路斯肯定是没有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那样有大的流量也没有回头客，
也没有大的城市消费场景可以依赖，对吧？因为就人数决定了嘛，你开个饭店，最多就是游客，不然的话本地人啊，这个竞争就没有意思了，对吧？所以来说呢，就是传统行业啊，尤其是那些老的移民的传统行业，在塞浦路斯呢，应该来说是就不是那么好的。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呢，就是说那里并没有特别多的华人，对吧？你跑过去那边创业啊。还有呢，就是语言和资历还是有点门槛的，对吧？因为虽然呢，就是说它英语是普及的啊，但是你金融的这种岗位，对吧？你一般都是要金融相关的高学历啊，还有就是你实际的经验啊。所以我说呢，就是说你肯定是首先英语要很好，第二呢，你应该来说你要有英国的那个留学的经验啊，因为塞浦路斯本地的大学肯定也是偏向什么海洋啊或考古啊、历史之类的啊，它并没有那种金融行业特别好的，就它那些大学啊也是排名就没有这种前100的什么的，对吧？但你如果去英国留学啊，然后你在英国，你比如说你在伦敦实习啊，那么你再跑到这些公司，你就很有竞争力，对吧？所以呢，这个还是我觉得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它的生活成本和质量啊。那么它的这个生活成本呢，它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就是它上次我说那个鱼的价格啊，那个鱼的价格其实要比如说在西班牙或者说你在意大利吃鱼要贵个2倍啊。还有呢，就是它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进口的，什么能源啊什么的费用，它的能源像电费什么，它在欧盟国家里面算是排名前3的高，是很高的啊。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赚得到钱，这个比起税费什么的来讲，这个还是少掉很多，对吧？啊，好吧。那么我觉得呢，塞浦路斯呢，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就是华人移民的啊这种服务业的天堂，对吧？但是呢，它作为金融与外资服务的欧盟据点呢，我觉得它还是就能为这种希望进入金融行业，并且以英语教育为导向的家庭呢，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职业和教育路径啊。那么，如果我觉得你跟我一样，你也是想未来从事金融投资理财，对吧？然后重视孩子未来在金融业的这种培育的啊，那么我觉得在当前的一个全球反移民或者说极右翼的时代啊，你像这两天伦敦又是15万人进行一个反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游行，就未来肯定我觉得我是更倾向找一些相对来说小的地方安安心心的生活，安安心的把孩子给养大，对吧？好吧，那么今天呢，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分享我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吗？谢谢。